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KC 主播宋文文。今天呢，要跟各位分享的文章是行动中的变革灵感。我们知道呢，有很多的发明呢，它的灵感呢，其实呢都是来自于自然界的启发。比如说呢，像吸管，它就是呢透过观察蝴蝶呢，它在吸起花蜜的时候呢，那个口气。那另外呢，飞机呢就是观察呢鸟类在天空飞翔的样子而得到的一个灵感哦。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案例呢，就是一间动物园，它如何透过大自然的智慧来挽救自己生意的故事。这间动物园呢，叫做旭山动物园，它是位于日本最北边的一家动物园哦。那它是在1967年的时候呢开馆的，但是呢，它经营的状况并不是非常好，因此呢，在1990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来馆的人数呢只有26万人而已。那这个馆长呢，开始去思考，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呢，才能够挽救整个动物园的一个生意。于是呢，他开始启动了一连串的一个创新变革。那终于呢，在2007年的时候呢，来馆的人数呢达到了300万人次。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底呢馆长启动了哪些创新变革呢？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馆长他把这个告示看板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都知道呢，在这个动物园里面，那个告示看板它一般来讲就是那种制式的印刷，那它在上面它会把这个动物的这个学名啊名称写上去，那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动物的基本的一些介绍，那它是具有这个教育功能的。可是呢，他观察之后发现，事实上呢，很多游客他们其实经过那个看板之后，并不会停留下来看。于是他就开始思考，到底呢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游客驻足的来阅读这些看板呢？于是呢，他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也就是呢，他把看板呢，印刷式的看板呢，改成用手写式的。那让这些饲养者他们自己透过自己的观点，然后呢，把这个自己平常的观察呢写在上面，然后让游客来了解说，哦，原来这个动物它平常是怎么样子，再加上一些很可爱的这个图文哦，所以呢，终于奏效。他们发现呢，游客呢会停留下来阅读这些看板，那人数呢比之前的呢还高达7倍之多。那第二点呢是这个行动展示。也就是呢，这个馆长想说，这个平常动物园，那游客来到这边呢，其实除了观赏动物之后，还能够给予他们什么样的东西呢？于是呢，他就开始思考，是不是能够呈现一些动物原本的一个生活样貌，让这个游客能够来看到呢？于是呢，他改变了它喂食的方式，也就是呢，它本来是直接的喂食，但是它希望能够呈现这个动物原本在森林原有的样貌，所以呢，它开始会把食物藏起来，那让那些猴群们去做这个食物的寻找的动作，那过程就很有趣，他就会发现，小猴子呢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会为了食物，然后会去做一些追逐。那在这个比较年长的猴子里面，它就会去呈现整个猴子生态的一个样貌，就是未尊的这个猴子呢，它可能就会直接比较蛮横的，就把食物抢过来。那地位比较卑贱的这个猴子啊，他们就只能够躲在旁边看，然后不敢靠近，没有办法去吃这个食物。那我想，除了这2个创新变革之外，事实上呢，旭山动物园它每年呢都会做很多很多不同的创新。比如说呢，像最受欢迎的就是企鹅馆。它就有一个360度的一个潜水步道，那顾客呢可以呢透过那个步道，他可以看到企鹅的各种姿态，那包括呢他们也开放让顾客跟这个企鹅一起在雪地里面散步，那种感觉呢跟去其他的动物园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个馆长会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一个创新呢？其实呢，主要呢是因为他有一次啊，在无意之中啊，他听到这个来观赏的这个顾客，他们说，哎呀，动物园的动物好可怜哦，好像每天都没事做。于是他就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改变，让顾客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那我想很多创新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中一点点小小的观察就可以萌发了。好，那今天的文章呢，就跟各位分享到此结束。那谢谢各位，拜拜。